最近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加强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美国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还频繁地打出台海牌，试探大陆的底线。日本也紧随其后，联合澳大利亚发表声明，公开叫嚣干涉中国内政，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指指点点。然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些国家显然已经不满足对中国逞口舌之快，竟然开始在军事上对中国有了实质性的挑衅动作。据美国第7舰队发布的新闻稿显示，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与澳大利亚巡防舰巴利瑞特号于近期在南部海域展开了联合演习，演习内容包括直升机跨舰起降作战演练和实弹射击等。同时，美军还呼吁志同道合的盟友们一起参与合作，来共同维护南海的国际秩序。对此，有专家分析，从美国海军和澳大利亚海军这次的南海联动来看，恐怕他们是要动真格了。因为美澳军舰在南海展开实弹射击演练的同时，美海军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就已经在巴士海峡以东海域严阵以待了。如果美澳想对中国发起什么军事冲突，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可以随时进入南海执行支援任务。据悉，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空母舰可以同时装载90多架舰载机，其中包括了各型美军战斗机、后勤运输机、空中预警机以及反潜直升机等。而且根据美国海军对外公开的资料显示，这些舰载机的每日出动架次能力可以达到160次，所以也能轻松地对一个中等国家发起攻击。因此，中国必须要警惕起来，要做好战斗准备，防止美澳以实弹演习为幌子，趁机联合里根航母打击群对我国进行破坏行为。实际上，解放军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据中国军网消息称，近日解放军陆军第80集团军在官微上发布了印有准备打仗字样的图片和实弹演练的照片，并在当天，该集团军神剑旅还举行了跨区域演习誓师大会。除此之外，解放军南部战区还在相关海域举行了实弹射击和反技术作战的军事演练。通过这些举动，我们能深刻体会到中国解放军为了维护祖国安全，真的是在时刻准备着。而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准备打仗的战争预警，就说明了解放军真的正在考虑用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奉劝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真的要就此收手了，否则你们必将受到解放军的猛烈打击。日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会议上表示，印太地区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军事冲突，因为这里已经是北约组织、日本、印度等众多志同道合国家重点关注的区域了。当时听到这话，笔者对这件事是真的没有一点感觉。毕竟澳大利亚和日本可谓是美国在亚太的得力干将，屡次针对中国发起攻击，却被中国几招打得哇哇乱叫，就算再次蹦跶，也蹦跶不出什么花来。不过现在看来，还真是小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合法的打手，主人稍微释放一点信号，澳大利亚就蹭蹭的跟了上来，再次公然挑事儿。那么这次是来真的吗？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11号的时候宣布，美国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将会和澳大利亚巡防舰巴拉瑞特号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而且为了这次演习，美国还携带了补给舰，也就是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次的军演已经是在剑指中国了。毕竟最近解放军进行的实弹演习次数还是蛮多的，美国这样一来，自然是想要震慑中国。而且再看美国这次还特意带了补给舰出来，看来这不仅要直接在南海开炮，还很有可能预备在南海待一段不短的时间。再则，南海战略态势感知的消息称，在11号当天，美军原本已经转战东海的 RC-135U 战略侦察机又回了南海，甚至还在南海沿着美军在南海巡视了几乎20年的标准路线飞行了一圈，可谓是嚣张至极。值得一提的是，美澳这次军演时间更是非常凑巧。虽然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美国在这次和澳大利亚军演时间只有6天，但是在和6天时间却包含了我国的端午假期。这不是美国第一次特意挑的中国节假日的时候来。单从今年来看，5·1来了，6·1来了，甚至就连清明都没放过。这些事儿真的就这么凑巧吗？这要说是美国诚心不让我们好好过个节，笔者是绝对相信的。那么针对美国如此堂而皇之的目的，这次中国周边真的会发生军事冲突吗？对于此事，外交部在11号当天也给予了回应。汪文斌直言，希望有关国家多做有利于和平和稳定的事儿，而不是炫耀武力。虽然外交部回应的平平淡淡，但是其中国如今做的却不平平淡淡。日前，解放军火箭军直接公布了航母杀手东方16弹道导弹在夜间点燃星空的画面。只要美国和澳大利亚胆敢在南海动手，那么解放军必将不会手软。很多时候，大家都被中国的发展成就所吸引，从而忽视了亚太其他国家的发展。实际上，除了中国外，我们的亚洲邻国也在悄悄的发展。
不久前，美媒评选出当今世界的5强海军，分别为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显而易见，亚洲地区的浓度最高。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不仅是中国，就连我们的亚洲邻国也在强劲的发展，中国周边风向开始变了。而最新爆出的一则消息更是证明了这一观点。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报道称，日前韩国同时曝光了多个航母建造方案，其中报道详细介绍了4种方案。从大体上看，4种方案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如韩国现代重工集团同韩国大宇造船厂展示的航母方案都采用的是双舰岛设计，不同的是大宇造船厂的航母方案中没有采用滑跃甲板设计。特别指出的是，在这2个方案之下的韩国航母都将会搭载 F-35P 战斗机，而且数量还不少。美媒也直言比想象中大。可见其一旦建成，战斗力也是不容小觑的。除了韩国外，日本的军事实力在近些年来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不过这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人在背后人为助推。诚然，这其中少不了日韩2国自身的努力，但是与美国在背后的助推也脱不了干系。随着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开始在印太地区部署大批的军事力量，其中日韩就是美国对抗中国的2个最重要盟友。可以说，没有日韩2国的支持，美国想要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将会变得十分费力。那么这也很好解释为什么日韩军力在近些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美国看来，这是美国为更好对付中国下的一步大棋。从表面上看，中国周边美国盟友越来越强大，将会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不过，若是细想，这对于中国而言，未必完全就是一件坏事。我们知道，尽管同为美国盟友，日韩之间的关系并不好，除了有历史恩怨、领土纠纷外，这2国之间还存在根本的利益竞争。基于此，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若是造几艘大型航母，只会增加韩日之间的摩擦，一定程度上也就相当于帮助中国制衡了日本的威胁。退一万步说，即使造出来了，韩国也不会拿来威慑中国。尽管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需要同美国的步伐保持一致，但是考虑到与中国各方面的经济地缘联系，韩国也是不敢轻易招惹中国。更何况凭借韩国的军事实力，他们也是万万招惹不起的。前段时间，澳大利亚在跟随美国挑衅中国这件事上跳得很欢，本以为在中国制裁以后，澳大利亚能有所收敛，结果澳大利亚又一次卷土重来，跟随美国一道在中国周边做出引战举动。据悉，日前美澳军舰一同共同通过南海，尽管报道并未给出关于事件更为详细的介绍，但是显然美澳这样的举动会严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如此，美澳似乎还故意挑选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时间点，在美澳军舰一道穿过南海的时候，中国在南海的最新部署也被美国卫星图像给捕捉到了。据悉，在卫星图片中，中国军方在南海永暑岛部署了更多的军事侦察力量，也即空警500以及运 8Q 反潜巡逻机等。从时间节点来看，我们很难不对美军的真实用意表示怀疑。他们的目的似乎并不止于挑动地区局势而已，似乎是故意在做给中国看。一直以来，美国都把中国在南海海域内的合法举动宣扬成扩张行动，而这一次一道穿过南海，似乎就是在故意挑起同中国的战端。曾有人是这样形容的：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关键在南海。从目前美军在该地区的举动来看，这一点美军也深刻地意识到了。除开海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外，其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随着制海权这一概念的提出，重要的海上航道以及关键要塞的重要性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中国的南部海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我国同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等国家的海上贸易往来都需要经过该地。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染指该海域也是为战时期潜艇的进攻打头阵。我们知道，基于南部海域的水深情况，该地为美国潜艇打击中国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在中国反潜能力还相对较弱的当下，美国此举无疑是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土安全。美国自以为做好这样的部署，就能够在战时确保对华优势，但是从现实来看，他们这是在自欺欺人。日前，西班牙媒体《先锋报》报道称，今天的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中国对自己的制度等各方面也越来越自信，其中也包括在应对美国挑衅上，美国应该认清现实，接受世界领导力量的变化，而不是把中国当成敌人，这样既改变不了现状，反而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希望西班牙的劝告，美澳能够听得进去。